欢迎大家来到第二集的你怎么看？我是海兰，我是妹。本节目与环宇广播电台共同播出，主要借由探讨时事、两性议题、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那最近呢，我跟海兰一起去看了一部让我们痛哭流涕的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现在应该已经算是一个人人都知道，应该也会知道的一个电影了。不一定哦。现在对啊，很多人都不会去电影院。那刚好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就可以顺便认识一下。对，它其实是翻拍自韩国《美丽的声音》，目前已经是破2亿的那个票房了，非常的厉害，成为2025年第4部破亿的国片。这一集呢，观点比较特别，我们要来探讨里面的加害者。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们可以爆雷吗？好，小小爆雷一下，就是他们因为要合唱团嘛，可是他们其实都还是受刑人，所以他们会有他们的那种一些劣根性。那他们为了要让大家更融合，所以里面的奶奶就让大家讲述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进来这边的原因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那时候当下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像所有人的犯法犯错都是情有可原的，会让我当下被剧情带着走，然后忘记了其实他们本身还是犯人这件事情。对，他还是犯罪。对，我会觉得啊，好可怜哦，对哦，好了，可以原谅。可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好像不对，就是本质上面他们还是做错事情。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部分，跟一些我们自己看完的一些观后的心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被电影的剧情影响，然后对我们太凶之类的。对，第一题呢，我想要先问一下海兰，你认为的好人跟恶人分别是什么样子？就是你认为不犯法的话，就一定是好人吗？如果我们犯法了，就一定是坏人吗？其实蛮好奇你的这个想法。天哪，这问题超广的。在犯罪心理学里面，就是大部分的罪犯他都会形成一种逻辑的自洽，就是没有人在他的世界里面是绝对的坏人，大家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都是情有可原的人。比如说白领犯罪，就是有些商人就是这就是商业规则啊，你要就是缴智商税，但是他其实是诈骗，他可能是赚两头或怎么样，他其实是有一点灰色地带，他逃漏税，他就说每个人都这样做啊，每个人都这样做啊，又不是只有我。比如说连续杀人犯陈桂林，有没有？我替天行道，我清除社会的垃圾。对，那比如说恐怖分子，就是为了我的神啊，我的崇高的信念啊，牺牲就是必要的啊。所以我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就是要由他的价值观来判断，而不是他的行为。因为好人也有很低的几率，他会受迫性的犯罪，他被逼的，真的是被逼的。那恶人呢，也有可能做一些法律没有办法去制裁的坏事。所以在我的标准来看，我判断一个人好坏，就是由他的价值观来判断。那他的价值观怎么样判断他价值观是好是坏，就是我自己自由行政。对，所以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本来好人坏人就是很抽象。对啊，因为好，我分享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一段话，就是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就是我还蛮喜欢这句话，是因为如果你单看一个人的心，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然后你就去判断他是一个坏人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是太过武断了。我们应该要实事求是，去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我才会今天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实质上虽然说他们产生的这些念头多半可能是为了要保护家人、保护小孩，可是他们实质上还是做出了这些犯罪的事实。但我认为他们是好人。但你心里认为他们是好人？对 ，OK。其实我也是这样子认为啊。对，他们其实还是冲动犯罪啦，就是受到迫害、家庭的迫害或者是黑社会迫害，他们选择是反击。其实我觉得没有错。我没有要鼓励犯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啊。他们确实就是伤害了这个社会，因为他们杀了人，所以他们伤害了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他们被抓去关。可是他们本质上是坏人吗？其实不是，他们其实是好人。对，他们确实是受迫性的做出了一些犯罪。我相信就是在实务上，如果法官在审理这些案子的话，也会减轻他们的罪行。对，大概是这样。好，
那我想再问你，依照你的刚刚说的这番话的话，那你应该会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嘛？对。那通常好人都会想要，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坏人，所以他们会想要去补救自己做出的这些行为。是，可能你今天不小心发生了一件意外，你害到了无辜的人，你内心也很愧疚，你也愿意接受这些法律的制裁。那你出来之后，你也想要去补救这些受害者啊、家庭啊什么的。那我想要问一个比较偏激一点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有心想要去补救受害者的那一方，可是受害者那一方的想要的补救方法是非常偏见，说那你去死我就原谅你之类的这种话，你又应该要怎么办？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就是为什么不鼓励大家犯罪，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认为你可以去承担说你所犯下的这些事情的后果，有时候不一定是你认为的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一题反过来说，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呢，我拒绝被情绪勒索，我拒绝被道德绑架，我拒绝被摧毁。如果对方对我说你去死，我就原谅你，一命换一命。但是请记住说，这句话本身就证明了你无论做什么，对方都没有原谅的能力。对方已经失去原谅你的能力，所以你不应该奢求他的原谅。而且原谅是他的课题，他要不要原谅你是他来决定，你能够做的只有忏悔，只有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原谅这件事情不要去奢求，我觉得这很难啊。其实做错事情的人其实会很折磨，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他逻辑没有自洽的话，他会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的事。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白领犯罪、恐怖分子，他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他们会觉得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或者是生活逼我的啊，我有什么办法？但是如果今天像是公车司机不小心撞到人，他会愧疚一辈子。因我失手杀了人，我会愧疚一辈子。然后这时候对方家属还跳出来说：“你去死，我就原谅你。”完了，那真的完了。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说，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原谅我了，我就是好好忏悔，这是我该做的，不要被击垮就好。对，大概是这样。变相的来说，就是用你的一生去忏悔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对，在这种极端的情绪下，任何的补救行为都不会换来真正的原谅，只会有更多的悲屈跟心理扭曲。好，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在台湾吸止入监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而且它只限定女性可以带小孩进去。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完全可以理解。你觉得一个男生，一个爸爸把小孩带进去，那小孩能活几天？对，但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电影可能一切都太合情合理了啊，妈妈、女儿，然后一群阿姨们、奶奶们，然后好像觉得很温馨。对，那如果今天犯法的是爸爸呢？如果有问题的是妈妈呢？那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办？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家人，就送养啊，没办法。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才想到这个之后，我去查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我们现在台湾真的是规定说只有限定女生。那我也有去查到说，为什么它只限定女生，是因为除了一些因为生养、哺乳啊、怀孕这些产后的，也都是因为只有女性才可以做得到，所以在传统社会跟现行的法规都会默认这个是女生专门。对，那还有一个点是因为现在的男子监狱并没有这些育婴室啊、哺乳室，对，所以也是一个，如果你要施法好像很容易，可是执行上面这些监狱等于要重新打掉，再重新盖，因为没有这些的而且男子监狱跟女子监狱的人数还有建构，就是那个监狱的环境好像也不太一样。就反正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因为身为一个男生，我知道说就是一群男生在一起，绝对不是一个适合养小孩的环境。而且我有特别去看那个导演跟编剧他们受到采访，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田野调查是做得非常扎实的。因为导演林孝谦他自己有说啦，他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面，虽然我们那时候去看，很多人也是哭得痛哭流涕，还是一样觉得很感动。可是后来大家恢复理智之后，其实会发现说这个剧情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啊，为什么会殉情啊？好像这件事情是很伟大，值得被歌颂。然后明明那个医师这么的可怜，然后但是大家好像没有为他感到可怜，只觉得男女主角太可怜了，然后忽略了医师其实才是
实质受到伤害的那个人，然后他还要很大方的去就是对我为你们。我刚看完的时候，那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我刚看完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神作我也是，我那时候也这样觉得。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说怪怪的，好像不太对，好像哪里不太对，但是又哭得那么惨，应该是对的啊。后来对，越来越多网友去讨论，才知道说，其实有些剧情还是不太合理。那我那时候看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为了补足说避免这次的翻拍又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他们去做很多是属于台湾的一些研究调查。我看完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我有蛮多收获，因为他其实中间也有提到，他说很多吸子入监的小孩啊，多半啊，因为被收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再加上如果他们的生母或是生父是重大的受刑犯的话，其实更加的困难，因为会有一些人会考量到说坏基因，人性本恶，你本来就是有期待这个基因，就是人家不知道，然后。因为他毕竟收养你，他要去承担你后面的所有的责任，再加上说，可能他们没有被收养之后，就会变成说监狱、学校来回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吗？对，因为电影里面有提到说，小孩最多3岁就必须要被送出去给社福机构收养，但是可以延长到3岁6个月。对，那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他是说。如果到了法定规定的年龄还是没有办法的话，那会有小孩监狱跟幼儿园往返，就是变成说小孩早上去学校上课，但是下午却要回到监狱，其实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对啊，超怪的。对，那也变成说，因为这些从小在监狱里面长大的小孩，那他们会就是因为没有正常的社会化，看到比如说好吃的糖果、布丁，他们会不知道说可以吃，这东西可以吃，对，这是什么？会有很多我没看过啊，好新鲜哦，我可以吗？导致于他们一些社交上面的障碍。对。然后因为有些小孩他们长大之后没有被正常的收养，那他们可能会有谋生能力的一些缺乏。天啊，又是另一个悲剧。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恶循环，因为它会变成说，我又交到坏朋友了，然后我又没有谋生能力，我的爸妈又是重大受刑犯，那我人生可能就这样。所以好，成年之后或是老了以后又再度回到监狱，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太可怕了。当下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里面的母爱，就是包括里面的奶奶，也是为了她的小孩，选择可能杀掉她老公，然后带走她儿子，因为她儿子对，就是在电影里面有提到说，他其实是有一点智能上面的障碍这样，然后但他没有选择带走女儿，这一点却让女儿造成了她多年的心结，觉得说为什么你要留我一个人，然后又把好好的家庭给毁掉。还有陈意涵主角她去饰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为了要把她的小孩生下来，所以杀掉她老公。那开始让我在思考说，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母爱是否是一种自我感动？因为你选择生下他，你用尽全力要生下他，可是你又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你没有办法培养他有正常的社交，然后他必须活在一种这种监狱学校，自我怀疑，然后可能交不到朋友，那家长又被关，对吧？没有亲情啊、友情啊，这种完全就是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下，对，所以我在想。对于这样子我所说的这些情况的话，海兰你会怎么看？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现在不婚不生的主因，就是觉得我好像永远没有办法给我孩子最好的，所以就不生了。我在看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到我妈，因为我妈也很辛苦啊，就是我妈她就是其实有一点忧郁症，躁郁症，不是有一点，就蛮严重的。生完我之后，她也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我出生之后就一直在打离婚官司，其实我又一直很不安宁，这样，所以说我童年好像不是很快乐。那我曾经也觉得说，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妈很爱我啊，她有躁郁症，她没有办法给我很好的环境，但她很爱我啊，她超爱我的，她每天都要跟我说我很爱你，我很想你，然后时不时要打电话过来，然后我考试的时候也要打电话过来，说我不知道你在考试，就是我想要表达啦，就是很多人嘲笑那些很年轻就生小孩的单亲妈妈，对不对？现在很社会风气，很多人都会嘲笑他们，但是我认为呢，只要你真正爱自己的小孩，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赚了多少钱，
你都很难成为一个失职的父母。只要你够爱你的小孩，除非你的爱是很扭曲的，就是很控制啊，那另当别论。我说正常的爱自己的小孩，但是就是有很多父母没有办法打心底爱自己小孩，觉得这小孩废了，觉得这小孩不符合自己的预期，把小孩当做一种投资。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小孩的话，你就算再有钱，你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爸妈。这是我对于一个好爸妈的唯一的判断标准，跟一般人很不一样，但这是我的想法。你如果爱自己小孩，你就会是好爸妈；你不爱，你就不会是。这是我的想法。你怎么看？以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单亲家庭，对，还蛮不可思议的是，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对。但现在后来我妈就再婚了啦，就是有结婚这样子。我以前也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你把我生下来，当然我妈没有犯法，但你把我生下来，可是你又忙于工作。我印象中就是我不是要记仇，但是我好几次他都跟我说，哦，这个礼拜我要带你去哪里，这个礼拜我要怎么样，可是可能到了那一天，哦，我要工作，所以我不行，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你不应该把我生下来？因为如果你不要把我生下来，也许现在的你不用因为负担我的这个责任，然后你可以过得更好，那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埋怨。小时候我会有这种想法，然后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出生可能是一种错误，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太年轻了，他太年轻就生下我了，我会觉得如果他没有我，他会过得更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是这些受刑犯的小孩的时候，我状况又更糟，我的爸妈是被关，我有办法做到谅解他们吗？其实我觉得很难。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父母很爱我们，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还过得还行，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那如果我们今天缺母爱、缺家庭、缺朋友，然后甚至感情、爱情也都一塌糊涂的时候，对啊，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这么快乐。所以我其实以我现在的观点，我是觉得如果我真的就是犯罪了，或是我怎么样了，我不会生下我的小孩，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好的成长。我是认同你，就是虽然我刚刚讲说，就是爱不爱自己小孩才是判断标准，但是如果你的能力真的很差，你的环境真的很差的话，如果你真的爱自己小孩，你自然就不会生嘛。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我印象中以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妈妈的关系，所以其实你是很小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类似睡不好啊，有点这种状况。我常常熬夜没办法上学，这样。对啊，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变成说这个小时候就有的这种不好的习惯，然后精神上的那种压力会让你现在也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我是父母的话，我会很心疼我的小孩，哪怕我已经用很多的爱想要去填补这些过去，可是如果我今天看到我的小孩饱受那种睡不好的痛苦，然后对啊，时不时的、这应该还好吧？我会觉得蛮可怜的。对，所以其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当下真的很感动，而且哭到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然后看这种电影一定都是哪有你超爱惊的？你如果你真的要哭，你就会一直我不能哭，我要哭了啊！这样对，然后就泄红，那个眼睛就泄红。然后我那天也是想说，好，我要狂哭了。然后我想说，那怎么办？看一下我旁边的人好了，就是没错，就是我身边的海兰。然后想说看一下他的状况如何，发现他哭得比我还夸张。然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递卫生纸给他，我就只能因为我自己也在哭，我就只能然后默默递过去，然后他抽了一张卫生纸之后再赶快回来，然后两个人就是狂哭这样。出电影院的时候，我们肿得跟包子一样。对啊，然后我们重点是因为那个椅子是连坐的，然后因为哭会臭气，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一直在发抖，想说那个电影院是大厅又全部都坐满，真的很厉害，都已经上档一个多月快要结束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人还是这么多。对，然后就是每一个位置都坐很满，然后我们那个椅子连排一直在抖，很尴尬。然后后来放映之后，他灯开一半，然后通常其实电影院只要有开灯就差不多就是要结束，但是因为他只开一半，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先走？因为我们哭得太惨了，如果等一下，而且我们超想尿尿。对，因为电影也蛮长，有大概2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是又想上厕所，然后又怕自己长相太可怕，然后我们就赶快冲出电影院。对。然后我们出电影院的时候，前面来说，哦，我觉得还好啊，我没有哭啊。
在那边比，我们就互看，然后我们两个都肿得跟包子一样，然后我们就赶快走掉。我们那个帽子赶快戴起来，然后赶快跑走。所以其实当下这部电影给我的是很大的冲击力，因为我有看过美丽的声音的解说，对，然后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哇，就是每次都会被这种感动剧情带走我的理智，我的三观也会跟着我的感动一起跑走。但是我现在仔细回来想，因为刚好录这种 podcast，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些想法。后来又想，又觉得好像撇除掉这些感动的因素的话，现实层面来讲，也还是有蛮多不太合理的地方。对，但是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啊！所有电影都有它不合理跟魔幻的地方。对，但是这就是那个电影可能想要表达的一个精神，对吧？对，其实还是蛮感谢导演特地去翻拍，因为他们做了好多的调查。其实现在随便去看网络上都有很多篇不同的采访，然后他也都会讲说，为什么这个情节会这样设计？那还有一些受刑人的原型是谁？那他们有些其实他整个都本土化，对，他整个都为了要更贴近台湾时事跟一些实际上的状况。对啊，因为也要避免一些网友就是，而且我也是看了这部电影，我才更确切知道监狱里面是怎么样的生活。对啊，包含他们有一些叫到一些名字，他们就会自动的转过去面壁，然后他们就说习惯了，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面。因为我看采访的时候有说，他们去探访女子监狱的时候，其实很多是他们会在里面完全磨掉你所有的人性。然后你其实会非常自卑，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刑人的头都会低低的，不能叫名字，对，不能叫名字，然后头都会低低的，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应该，很自卑这样子。然后制式化的军事训练伴随着他们可能出狱，还会带有这些习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是觉得很难过的。台湾的监狱其实还是以矫正作为一个主要的，不是为了要去制裁，是要矫正他们。但是看到这些人可能在里面因为犯罪之后，然后没有人性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再做得更好制度上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出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嘛，不是叫到名字马上面壁，然后马上转过去头马上低下，就是想到也是觉得真的有这个方式真的有起到矫正的作用，你是觉得这是有疑问的？对啊，因为我觉得除了行为上面的矫正，心理上面应该也要让他们出来之后是不要自卑，更有相信自己的那种能力。就像里面的奶奶有说，希望我们不论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最终都还有爱人的能力。因为你要爱人之前，我觉得爱自己是最重要的。对。那今天透过这部电影呢，让我们对于这些我们曾经都没有想过的问题，然后有了更深的理解。谢谢大家今天又陪我们度过第2集啦，有不同的看法或观点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你怎么看？我们下集再见。这是与环宇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家拜拜，拜拜。